就是像我们讲新湾区的亚湾智慧公宅的一期它600多户3房，我特别去看那个数字，因为我怕我那边不好租嘛，如果车子来倾泻出来的话，我们就不好做。结果我一看600多户的一期3房，总计12户，对不对那你其他都是2房跟套房。好，那市政府会这样子做，也不是说高雄市政府的问题，全台都是这样要盖社宅最多毛起来盖的都是套房，为什么像我户数多啊，政绩漂亮啊那小家庭3房怎么办？就你自己想办法就这样。好，所以这种盖法就变成说，人家社会住宅也很明白的跟年轻人讲，你来我社宅就是过渡用的，你不要在那边成家立业因为我3房就只有12户，然后关怀户一下就被用完了，12户600多户只盖12户是3房呢。对啊那你如果你还是个小套，那你就要跟其他500多户的套房2房正面对干，你怎么玩嘛？对啊连我们高雄都这个样子。小资族买小套房做价差能翻身吗？你要先想清楚这件事情。先说结论，买小套房做价差不是不行的只是说这个做法的 CP 值没有很高。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整理好的房子还要化妆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一直买小套房来做价差，这样可以吗？这是我们来聊一个会员的想法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问我说能不能够一直买小套房来做价差，这样会遇到什么问题吗？那先说结论，没什么问题啊就是你拿出来的钱变少，所以涨幅会相对无感。可能这个剧本走了20年你手上持有8间小套房市价加起来还不到1亿我说中南部啦，然后人家一样用20年去做3房平车，可能20年去弄个4间5间那市价这样加起来就轻轻松松超过1亿了。所以以资金利用的效率来说，小套房的做法效率是比较低的，那它的风险也比较低，因为你持有小套房你就没有什么房贷的压力嘛。所以你要知道，我不建议做小套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说，你实际操作置产小套房的话可能会发生的情境。我现在讲的情境都是以高雄为主，如果你是买台北的话那没差啦，台北小套房应该也是 OK 啦。第一个，首购贷款不足80%因为你小套嘛，所以你就权状就没有16坪，总价太低，所以银行放款它没办法给你放到80%，你可能只能拿到5成6成的房贷，虽然它总价低可是这样就是白白浪费了政府给你的这个8成首购席位这个外挂第二个，蛋黄区的套房也不好卖因为套房的客群目前就只剩下单身贵族跟包租公，然后我们又在高雄房子还没有台北那么贵那大家捏一下，最差要上到2房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会愿意接手中古老套房的人真的是少非常非常的多，除非你是在去年房市大热的时候，就会有一堆人涌出来要看房子嘛那个时候才会好脱手，不然像现在房市已经变冷你套房就脱手非常的困难。现在怎么会有人去买那个小套房？就不会啦，套房一直以来都是那个房地产大热以后的边角料嘛，就这样。好，最后你要知道什么时候适合做小套房做价差。那我也想了一下，就在什么情况之下买小套房来置产来做价差会是一个好的选择我能想到的是，你手上有笔闲钱，以高雄来说大概200万左右，然后你确定你这笔钱5年之内没什么要用，然后你极端的不信任股市那你就是拿这200万就不贷款了，就去买一间小套房来放生出租，这样看你要不要出租啦，或是你就把它当成你自己的秘密基地。之前我在脆上面有看过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就是老婆怀疑老公外遇因为老公每2个月就要出差1个礼拜，然后她偷偷问老公的同事说哪有出差那老婆就去找了征信社抓奸，结果发现老公是偷偷买了一个套房，躲在里面打电动逃避家庭，这样这是男人的秘密基地。那如果你是这种你需要人生的避风港的话，那你买一间套房顺便做价差，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不然我实在想不到为什么要去浪费自己的首购8成跟第二屋5成的席位，然后卡在一个套房里面来做套房的价差，就真的还好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
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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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是套房我个人认为你真的要做的话，就权重要大于15坪，这个大概是共识了啦所以最差一房一厅一房你就让权重是超过15坪就对了，真的不要去浪费你的贷款资格，不管是8成还是5成那因为你贷小套房，以高雄来说，小套房你还去贷款，你可能只贷款了我乱讲130万，然后就卡掉你8成首购，这很不对啊。然后现在2房的中古500-600还找得到500-600，然后你贷款8成，这不是资本也是100多吗跟你买那个套房已经差不多了呢。所以在中南部现在就是还可以直上2房有2房为什么要住套房，对不对？所以套房我不喜欢，而且套房它的租客很绑定它就不会有家庭来住嘛。如果你是一间小套房然后有一个家庭一对夫妻带小孩，这也是很有问题的吧，那你也不会去租它，那它的租客范围选择的也很少，非常的少我真的是没那么建议做小套房，应该说我自己很讨厌但有另一种变体老人就可以做，就是隔套隔套出租，但隔套不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一个门牌一个小套这样小套房你就要去管理那个套房然后3间5间你很难你会买在同一个社区那你要散在不同的行政区都跑来跑去，然后套房的租客大概都跟你租1年而已，所以你在管理上的幅度会变多。那我现在所看到市场中的套房还有在买卖我就问那个美术之星嘛，大概是怎么样，他就是说就来自产自产完了以后
比方说他买个3房平车哦 ，OK， 买完以后还剩零钱了，就是剩下也没办法再买了的情况之下，他就看那个套房能买多少的套房就来买一间给他放着，然后可以的话就把它弄到没贷款，然后一样是委托美术资金他们去处理，大概就是这个情况。不然套房的坪数那么小，它涨价又怎样哦？就涨不了多少钱啊。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我前面讲的案例哦，就他这样累积了好像7间套房在台北新北吧哦，那总价加起来也没有很高，就说以 CP 值来说，真的是不如你钱已经可以买套房了，那你就继续存哦，然后直上2房哦，直上3房的中古屋来放生出租，都会比较厉害。原因是你中古40几坪嘛，对不对？加车位40几坪很合理。你套房哦，小套都在15坪以下，你看看一坪涨5万块，假设你愿意等哦，你放5年，一坪涨5万块，你40几坪再涨5万块，你不是就加200多吗？然后你那个套房假设才9坪，然后每坪给你涨个更多7万块，就还好啊。如果你要长期自产哦，我真的不是很建议去做套房这种产品，还是3房放生出租。然后套房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以我们高雄来说，它要面对什么海量的社会住宅。我之前一支影片不是就有讲了哦，高雄哦，在2030年前会落成启用的社会住宅有几户？29000户哦，29000户社会住宅。然后你再看看社会住宅的尿性哦，就是像我们讲新湾区的亚湾智慧公宅的一期哦，它600多户哦，3房。我特别去看那个数字，因为我怕我那边不好租嘛。如果社会住宅倾泻出来的话，我们就不好做。结果我一看600多户的一期哦，3房总计12户，对不对？哦，那你其他都是2房跟套房。好，那市政府会这样子做，也不是说高雄市政府的问题，全台都是这样哦。要盖社宅，最多毛起来盖的都是套房，为什么？像我户数多啊，政绩漂亮啊，哦，那小家庭3房怎么办？就你自己想办法哦，就这样。好，所以这种盖法就变成说，人家社会住宅也很明白的跟年轻人讲，你来我社宅就是过渡用的，你不要在那边成家立业哦，因为我3房就只有12户，然后关怀户一下就被用完了，12户600多户只盖12户是3房呢。对啊，那如果你还是个小套，那你就要跟其他500多户的套房2房正面对干，你怎么玩嘛？对啊，连我们高雄都这个样子，所以我真心建议说，你要自产哦，直上最好最理想的是中古，我的中古很古哦，大概25年哦，中古的3房平车这种东西啊，还是无敌的哦，真的是无敌的。那如果你是套房的话，正面跟那个社会住宅大量倾泻而出，正面对干你胜算有几分？你的地段比他还好吗？那个社宅的地段超级之好呢，对啊，所以你做套房，我现在实在没有看到，他没有不能做，他就是说金钱使用的效率上还是建议有办法去上到3房，你就去3房，因为至少我们现在看起来，你做3房不会受到来自什么社会住宅的竞争，这就差很多。你做2房会怎样？会有问题。社宅也是有海量的2房。我刚刚讲的那个600多房，140几户是2房，140几户是2房，这个要建商来盖是不是一个社区了？然后市场中海量的2房供应我现在不是讲社宅，我是说建商在盖海量的2房，3房还是非常少的。然后我再搭上我的经验，我特别跑去看了7间有人正在住的2房要卖，东西还没收，我要去看说2房他们要换屋，清一色都说空间太小要换3房，然后他们都去魅了，去魅就是说他们下一间可以接受中古社区了就不用一定是新房子了。好，我特别去看，哇，2房夫妻带小孩没法兜啦，那个东西太多了啦，挤来挤去啦，对啦，那个空间真的是小，连客厅的电视柜都要被拿来做收纳，不是一般的收纳，是什么行李箱看就把它摆在那边当摆饰吧，然后走路会踢到这样。2房就是有这个问题，然后市场中民间海量供应2房社宅也是海量供应那建商现在民间是没有在供应套房建商要盖也是1房1厅因为贷款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在供应套房可是社宅在供应套房那真的无伤的部位，我现在看起来就是3房3房的3房平车，你要到4房又有点那个你钱有到3房你就要先买了，不用在那边继续憋一个大招去买4房。4房的买方会比3房少非常的多。总而言之啦，我现在看起来最不败的东西还是3房平车3房平车，那就放在钱要来3房平车这边做那而不是说你去用3间套房来抵1间3房平车。我个人认为那个管理的
程度麻烦哦都不合适啊，真的是不合适。但是你在台北新北，可能你可以这样子做哦。这个我没有台北新北在地的自产科那么熟，我就不乱讲了。但是在我们中南部，我还是一律建议只是上3房评测。你是租客的受众数量最多，你是未来的潜在买方数量最多，这败无可败。然后你又不会被社会住宅打到，你首购你又可以贷款8成，就不要用新青安，你就可以出租嘛。啊，或是你第二5成，5成就5成嘛。哦，那以中古25年的来说，1000万以下3房评测还是找得到蛋黄区哦。对啊，还 OK 啦。我个人是认为这样的剧本相较之下明显会好很多，就不要急。那个会员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就是说他存到一点点钱，我要房地产，赶快进去，不用急，慢慢存，看看能不能直上，最好是3房，看看看。